为逃避打击，图160远逃6600公里。俄军第90坦克师已越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界。该消息是真是假？俄乌双方存地失人和存人失地战术于前线产生激烈碰撞。乌克兰空军接连摧毁2个俄军指挥部，俄军空袭迎来史诗级失败。欧盟提出第18轮对俄制裁，俄预算将在2026年耗尽。俄密测国产弹道导弹，以海军突袭荷台达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火力军之前讨论了图160为何没被炸，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据乌克兰军事新闻网国防快车的报告，卫星图像显示，为了躲避乌军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至少2架图160被俄罗斯悄悄转移到了阿纳德尔基地。大家知道图160这一下逃了多远吗？整整约6600公里，乌军无人机够不到呀！而且这个部署地方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阿纳德尔基地距离美国的阿拉斯加仅约500公里。有军事分析家称，俄罗斯此举是一个矛盾保护策略，即莫斯科想通过将轰炸机靠近美国来规避乌克兰攻击，即便会进入美军监视范围也在所不惜。这凸显出俄罗斯对威胁感知的转变。相比美国的威慑，如今的俄罗斯更担心乌军的无人机。只是俄罗斯将图160部署至阿纳德尔基地，虽能提供保护，但也面临后勤挑战。今后恐怕只能靠空运和海运进行补给，而这也同样反映出俄罗斯的脆弱。即便后续燃料、弹药与维护在此偏远据点难以维持，也不愿意承受轰炸机队再度受损的代价。对于乌克兰驻网行动，《华尔街日报》将其与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渗透行动并列，称其展现了传统谍战与尖端科技结合的破坏力，称以色列和乌克兰正在通过科技加谍战重塑21世纪的战争。俄乌战场内外信息依旧密集，其中最令大家关心的，想必就是从8号开始，俄国防部就大力宣传的俄军第90坦克师已越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界。那该消息是真还是假呢？火力军可以很负责地说，这完全就是假消息。俄方这一说法既没有卫星图片佐证，也没有战场地理定位视频，更没有其他国际第三方媒体报道。乌总参谋部和反虚假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也都进行了辟谣。如乌总参谋部表示，有关俄军攻入第聂伯罗州的说法不实，并称俄军是攻击红军村未果，转而派出摩托车突击小组袭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然后宣布实施攻击，试图在心理上给乌克兰民众施压，制造恐慌，塑造进度。毕竟俄罗斯太需要一个胜利，但谎言就是谎言，不会维持太久。截止目前，俄军各前锋部队距离州界依然约 3.5 到 6.4 公里。如俄军第41集团军、第90坦克师等部1个月前就推进到了距州界 3.5 公里的科特里亚夫卡。值得注意的是，该定居点到州界之间是一片田野，但乌军却没有构建任何防御支撑点，其战术目的就是想让俄军进来。乌军的防御兵力集中在南、北、西3个方向，尤其是该地区西面是山地，俄军坦克、步兵战车等重型装备根本过不去，相当于死胡同。俄军想要突破，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北推进到穆拉夫卡，然后越过索洛河，在夺取 T04.5 公路后，才能进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乌军的重兵正是沿着索洛河北岸高地布防，和两边布满了反坦克、反步兵地雷，易守难攻。俄军想要突破，即便现在再凭空多出3个师也不够，仅一个第90坦克师又怎能撕开乌军防线呢？战场前线，俄乌双方的存地失人和存人失地战术产生了激烈碰撞，但根据双方通报的战况，未经卫星地图核实，尽管俄军仍在疯狂进攻，可战线整体变化不大。俄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战果。比尔格罗德方向，乌军发起破坏行动，其弩炮特种部队直接干掉了俄军一支后勤车队，并打掉3辆装甲车和4辆军用卡车。此外，还有一个临时弹药库被击毁，引发剧烈的2次爆炸。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澄清，但已对俄军后勤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库尔斯克方向也传出了劲爆消息。昨天不是说乌军连发4枚海马斯导弹打向当地俄军基地吗？现在据最新的信息显示，乌军击毁的是俄军在当地的一个永久军事部署点，似乎是俄军太平洋舰队155海步旅的指挥部。袭击发生时，当场有多名俄军旅级指挥官被清除，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名前来视察的俄国防部高级军官。目前该军官的真实身份尚未得到确定。值得注意的是，结合战争研究所和基辅独立报等多方消息，
俄军正在向苏梅和哈尔科夫大张旗鼓地调动部队，且调动过程根本不加掩饰，其调动视频几乎全网可见。如此大张旗鼓的调动，你说俄罗斯没有阴谋，火力军是不信的，就是不知道是想让乌军误判把北线边境当作主战场，还是另有图谋。而这或许也是乌军至今都不向苏梅增兵的原因吧。后续情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目前战争研究所发布的战役地图显示，苏梅州边境上由俄军第98空降师、第3摩步师、第810海军陆战旅等部组成的突击集群正继续蚕食性推进。目前距离苏梅市不足20公里，乌军则采取接触性撤退战术，放俄军进来，然后用集束弹药覆盖，不断地削弱俄军进攻动能。哈尔科夫方向，乌军成功发起反攻。6月10日时，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报告说，乌军如今已经重新控制了位于沃夫昌斯克北部的骨料场，并正依就此地扩大战果。托列茨克方向，俄乌双方各打各的进行推进。据战争研究所报道发布的最新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在打退俄军第4摩托化步枪旅后，正在砥砺伊夫卡中部和托列茨克西北部的一个工业区推进。俄军第100、103摩托化步枪团和第163坦克团则继续向托列茨克西北推进，目前已推进到波皮瓦亚尔以南1.5至1.7公里处。此外，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6月10日还声称，俄军司令部正在将第150摩托化步枪师的某部队从库拉霍夫方向重新部署到托列茨克方向。红军村方向暂无确认变化，但其实无论是苏梅边境还是红军村的战斗，俄军的战术都是以人换土地，消耗乌军无人机、火炮弹药。乌军的战术则是在阵地前开阔区域打造死亡带，使用无人机群、火炮围剿进攻俄军及其装甲车辆，而对越过死亡地带的残兵则用轻重机枪着火。如果还不能将其全部消灭，就放弃阵地后撤。当越来越多的俄军进入伏击阵地后，再使用海马斯集束弹药和远程火炮进行覆盖式打击。这存人失地和存地失人两种战术的碰撞结果，就是俄军缓慢地向前推进，但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超乌军，这也是俄军伤亡远远高于乌军的原因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全国的例行讲话中表示，前线战斗依然激烈，俄军延续着此前的呆板战术，猛攻乌军阵地，希望用人命换取乌克兰的土地，但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乌克兰军队正在各条战线上杀伤他们。法国上将尼古拉斯·里乔也在接受《世界报》专访时夸赞乌克兰，称经过多年战争，如今的乌军已经成为纵深防御战的专家，这使得俄军任何潜在的突破都不太可能成功，也没有能力实现重大进展。同时，他还着重强调了苏美边境的战斗，称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乌军投入大量步兵阻止俄军推进，或与其展开阵地争夺战，基本是以无人机加炮兵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他说，自2023年以来，乌军防线已变得越来越坚固且富有弹性，通过存人失地战术不断迟滞俄军的推进速度。当俄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撤退时，乌军就会发起反击，给俄军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在他看来，俄军在这场拥有多条坚实防线的消耗战中，取得突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总之，乌克兰正有条不紊地执行着清除俄军计划。火力军始终坚信，最后的胜利者会是乌克兰。空袭方面，乌军战机再度袭击了2个俄军指挥部。A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6月9日至10日，乌军米格29战机在顿涅茨克至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条战线发起空袭，且收获丰富战果。据不完全统计，乌军共打掉俄军2个临时指挥部、1个桥梁和渡口、1款通信设施、1艘军船，还有4套无人机发射系统。如在乌南部战区的通报中，其无人系统部队飞骷髅营在空中侦察时，发现一群俄军正往他们避难所旁的仓库里卸弹药，随即向空军传来坐标。之后，一架乌克兰空军米格29赶来，迅速投掷 AASM 精确制导炸弹，将弹药库和俄方的军事人员炸上了天。从披露的现场画面看，乌军米格29快速飞抵俄军的各个阵地，在投掷数枚 AASM 制导炸弹后离开，旋即引发剧烈的爆炸。视频中，俄军的控制区已经冒起浓烟，并带有明显的火光，而这也体现出随着预警机的到来，乌军战机的打击效率有了极大的提升。截止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俄方一贯如此，不愿承认自己的损失。但乌军类似的空袭行动几乎每周都会频繁发生，俄军损失不会太小。此外，乌克兰袭击夏诺夫哥罗德空军基地有了更多的后续传来。稍早时候，基辅方面发布战报，称至少击毁了2架俄军战机，但现在有目击者称，萨瓦斯莱卡机场一带先后发生了约20起巨响，损失估计比预计的要多。俄方虽始终没有发表评论，
但却在悄然加固各处的空军基地。如在克里米亚的萨基军用机场，为了防止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军已经在为战机修建所谓的混凝土掩体，但它能发挥多大作用，火力军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乌军还在不久前袭击了达达斯坦的阿拉布加，目标直指俄军在这里的无人机生产基地。现在详细的战况还不明朗，但从前方流出的影像看，可以发现至少有1架无人机成功突破了防空导弹的拦截，2座生产大楼的附近也传出了爆炸声。最后，俄罗斯发动的史诗级空袭迎来了史诗级失败。上期我们通报了乌克兰的辉煌战果，其空军通信部负责人尤里·比格纳特上校在国家电视台直播节目中称，俄军从俄罗斯各地、黑海以及克里米亚向乌克兰共发射了479架无人机和20枚导弹，但其中460架无人机和19枚导弹被拦截，未造成伤害。乌克兰在此次防空作战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就是提到过了的，乌克兰有了北约预警系统做后盾，信息处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其二就是援助的防空系统及时到位，其性能优异，如提到过的德国 IRST 防空系统、以色列的爱国者。据传在此轮空袭中，德国的 IRST 防空系统弹无虚发，对俄军无人机和导弹的拦截率达到了100%，战绩十分亮眼。其三，乌军利用手中的所有防空系统，如 S200、S300、山毛榉、毒刺、星光、母鹰等新旧不一的短程防空系统，和由猎豹防空坦克、高机组成的机动防空火力小组共同编织起了密集的防空网，这才有了此轮拦截俄军99%的来袭弹药的战果。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军空袭基辅都不下上百次了，为什么这么多次空袭连1名乌克兰高管都没炸死？难道被封锁了消息？其实不然，俄军没能通过空袭炸死乌高管，除了情报能力菜以外，完全就是因为基辅的防御能力太夸张。要知道，基辅曾是前苏联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一旦与欧洲发生冲突或者说爆发3战，作为前线城市以及苏军后方大本营的基辅，必然会成为美国和北约疯狂轰炸的目标，甚至会对其进行核打击。因此，前苏联还在时，就在基辅精心修建了庞大且功能齐全的地下防御工事，如基辅郊区的德尼普罗夫防空洞就能够抵御核打击，且发电设施、生活设施、活动区、休息室一应俱全，可容纳350人进行躲避。而像德尼普罗夫防空洞这种规模的地下掩体，在基辅至少还有500处之多。除专门的防空掩体之外，基辅还拥有至少6000个地下空间，分布在基辅的各个行政中心、工厂以及居民区。而在基辅市中心西部，这里是乌克兰高级官员办公场所，与行政中心较为集中的区域。在这片区域之下，隐藏着一个规模宏大的地下基地——布尔什维克机械厂。它坐落于佩雷莫西大道沿线，紧邻舒拉夫斯卡地铁站，占地面积达35公顷。可以说，基辅的地下堪称一个地底世界。导弹生产工厂、枪械制造所等无所不包，加上给力的北约预警系统，只要警报及时，别说炸乌克兰高管，就算是普通人都很难炸到。这是俄军遭遇史诗级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的俄乌战争不仅是数量与韧性比拼，更是科技的对决。不过，俄军数量庞大的袭击还是引起了北约和欧洲的警惕。其标准报最新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与英国著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讲话中表示，为了确保具备有效的威慑和防御能力，北约必须将防空力量增强400%。他强调，俄罗斯正在无休止地对乌克兰进行空袭，在这种背景下，北约需要加强空中防护之盾建设，各北约成员国需增加数千辆装甲车和坦克、数百万发炮弹，以及翻倍的后勤供应、运输、医疗保障能力，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同时，吕特还敦促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3.5%，并将另外1.5%用于更广泛的安全相关支出。由此可见，北约正在全力备战，俄罗斯的未来并不美好。其二，对于俄军日益增加的威胁，6月10日，欧盟提出针对俄罗斯的第18轮制裁措施，包括降低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据悉，该方案提议对9名个人和33名实体实施限制，目标是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和军事工业。该方案涵盖运营影子舰队船只的公司。而最关键的提议是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从每桶60美元降至45美元。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这一举措。如5月20日时，欧盟理事会批准对俄罗斯的第17套制裁措施，但部分欧盟成员国认为欧盟的制裁过于软弱，呼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现在不到1个月，欧盟就直接提出第18轮制裁措施，真是一点机会都不打算留给俄罗斯了，这让俄罗斯国家预算承受重压。那俄罗斯还能坚持多久？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称，截至6月1日，国家财富基金剩余 2.8 万亿卢布，约合310亿美元，为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油价持续低迷且卢布保持强势，到2026年，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可能将完全耗尽。俄罗斯财政部也称，今年1月至4月，俄罗斯国家预算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下降 10%，5月份降幅更是高达 34%。据国防快车报道，俄罗斯前线指挥部自5月以来遭打击数量显著增加，近期更是有多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被摧毁。因此，军事专家里亚比赫分析认为，这是乌军纵深打击和精准度有了新提升，并且报道指出，乌克兰不仅已具备远程精确作战所需的侦察与锁定能力，更可能已拥有新型攻击武器，特别是国产弹道导弹。这意味着乌克兰在执行战略纵深打击时，或不再完全依赖北约提供的武器系统。里亚比赫虽未透露具体技术细节，但他指出，这种打击模式暗示新武器的引入，且乌军可能已在实战中测试了此新型导弹系统。报道称，若乌克兰确实具备部署并测试自制弹道导弹的能力，那将极大改变区域的战略平衡。基辅将能不依赖外部军援，打击俄境内深处高价值军事目标，同时迫使俄罗斯调整防御规划，暴露其后方更多弱点。综合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以色列海军导弹艇6月10日对也门胡塞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空袭，打击理由是港内藏有查查分子，并阻止该港口被用于军事目的及转运武器。报道称，这是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海军首次直接攻击胡塞组织控制的港口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也证实称，以色列的2次空袭击中了荷台达港的码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色列海军打击前，以色列军方曾通过社交平台以阿拉伯文发出警告，呼吁在荷台达、萨利夫及拉斯伊萨等3个胡塞武装控制港口的所有人员立即撤离。而遇袭的荷台达港不仅是胡塞组织的重要据点，也是自2014年胡塞夺取萨那、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数百万也门人获取食物及其他援助物资的主要入口。如今以色列海军直接攻击荷台达港，标志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这是什么神仙速度呀？特朗普今年3月才宣布，空军旗下 NGAD 计划中的6代机由波音公司正式得标，预计2030年成军。然后现在航空周刊报道说，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波音圣路易厂区最快明年就能完成第1阶段扩建，而波音生产的 F-47工程开发测试机型则有望于2029年前进行首飞测试。之后，该厂区的厂房扩建预计2030年完工，届时 F-47将进入全速量产阶段。报道称，波音自2023年起就斥资18亿美元兴建先进战斗机生产设施，该区域设施紧邻 FA-18EF、F-15EX 战机产线。首阶段计划翻新110公顷厂区，包含雷达截面积测试区、飞机机棚、维护场等，以便新机建造和测验工作。作为次世代空优计划核心，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上将5月中旬于官方社群发文指出，新一代 F-47战机的隐形能力将明显优于 F-35、F-2 等现役战机，并引用图卡信息强调 F-47极速超过2马赫，作战半径可达1852公里，比 F-2 的1092公里还高。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发布新闻稿表示，其旗下那霸基地第9航空团的6架 F-15J DJ 战机，滨松基地警戒航空团的1架 E767 预警机，以及小木基地第1输送航空队的2架 C-130运输机和270名队员将参与12日起至28日止于阿拉斯加州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252联合演习。演习过程中，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与美军共同演练一系列紧急升空拦截、空中缠斗、制空作战、战斗空运、空投、空中加油等多项科目。目前，所有参与演习的自卫队军机皆已抵达阿拉斯加。此次联演将遵循历次红旗联演流程，由美军与盟军战机轮流担任加强敌，借高强度作战演练来强化参演人员的异机种对抗经验和跨国协同作战能力。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红旗阿拉斯加252联演共有70余架各型空中兵力，与大约1500名人员参演。除了埃尔曼多夫联合基地外，也会运用邻近的埃尔森空军基地来支援演训任务。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以现在的情况，俄罗斯还能坚持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